大师头一遭遇到这样牛波一的命格，手都微微颤了下。再次核实后，他对大家说，这命是能称霸世界的，就像太阳出生的样子。大家一听乐坏了，立马把女孩抱起来，高兴的大叫能赢天下。大师转过身，又看到另一个女孩，细细地观察了一番，形容女孩如同天边的云，一生肯定会面临很多挑战，无法逃避也绕不过去，但只要足够坚强，不停提升自己，终会迎来光明。明白自命不凡的两个女孩走过桥，也将对阿玲说，相比日出东方，她更羡慕阿玲的天之骄子般的气质。有个老太太说过，福兮祸所伏，我若真有命中注定得天下，可能也会引来等大的祸事。那晚也将跟阿玲住的大板艇就遭水灾，听说也将家的房子毁了，一家人都没了。阿玲呢，失去了爸妈，自己一个人走过烤肉摊，饿得不行的阿玲想拿摊位上的吃的，结果被老板狠批一顿。就在这时，命运转折人物出现，这位女士是当地知名餐馆的掌柜。阿玲被带去后在厨房帮忙，后来老板娘发现了她特别的味觉，决定把她培养成厨师。几年后的某天，发生了一场火灾，精心打理的餐馆突然被火烧光，老板一家人只好去找儿子避难。可到了那里，发现儿子神秘消失了。找儿子的急切让老板急病倒了，从此病倒床上一直没起来。临走前，他把阿玲叫到身边，希望她能保住天满意照安的牌子，还让她全江湖都找找看。可在那个年代，女子孤身一人真不容易，手头没钱开店。阿玲很想但做不到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就去附近的神社祈求。看到神社边的荒草没人理，就自己清理了一遍。这一幕正好被酒馆老板看到，知道了阿玲的情况，就邀请她到店里帮忙。尝过阿玲做的菜后，老板决定把后厨交给阿玲管。为了感激老板的支持，阿玲特意做了自己最拿手的菜，想好好回报一番，结果却添麻烦了。客人一听是女厨师做的菜，还用的食材是猫不理，立马不高兴，转身就走了。不知所措的阿玲找掌柜问情况，我哪搞砸了？怎么有客人说这是剩菜？猫不理是啥意思？老板说要吃初夏的江户鱼，秋天的鱼连猫都嫌弃，所以起名猫不理。看着老板在门口拉客，阿玲开始迷糊了，难道我做的真的很难吃？到了晚上，看到没人买的猫不理，阿玲挺内疚的。老板安慰她说，你做的菜挺棒的，客人尝了就会喜欢。就在这时，常客小松走过来，听老板推荐猫不理，阿玲立马紧张起来，毕竟对方是位武士啊，若真得罪了他，还能活到明天吗？店家却坚决让他送上去。两人斗嘴时，小松被吸引了，坚称要试试阿玲推荐的菜。端上来的是猫不理包子，小松稍犹豫，戴蒙夹了一块肠，细细品尝着说句，戴蒙说句，阿玲站在旁边，心都悬到了嗓子眼，说句。听见小松一本正经的说句，这是他头一遭遇到说句能比美老板娘颜值的美食时说句。阿玲搞不懂是啥意思说句，看小松开心的说，这菜跟你那八字眉一样萌。阿玲回头看看老板，然后自己也摸了摸眉毛，我才意识到应该是在表扬我的菜做得很棒。厨子被夸了，但心里不是很高兴，因为整天只卖出一份菜。回家问老婆，掌柜的明知道本地人秋天不吃制作的鱼料理，还说成猫不理，但看着自己煮的那一大锅，不仅没提前阻止，还任由店里遭受损失。夫人说，对菜鸟要全力帮助他们保面子，对有料的人就不用帮忙，得让他们自尊自强。掌柜的这是在认可你的能力，正在努力培养你。看见隔壁家的小孩在地上玩，就拿剩下的猫不理给他玩，做了个饭团给他。小孩子一拿到就被妈妈叫走了，妈妈觉得孩子没礼貌。这时候医生来给太太治病，医生饿得肚子咕噜响，阿玲就用剩下的料做了饭团，递给医生。医生吃了超级夸赞，说好吃的能延年益寿，还问阿玲饭团里肉
是啥味的？阿玲有点尴尬地说是猫不理。医生挺吃惊，秋季的鱼真的很好吃。话虽随意听者，却深有感触。回忆起昨天的客人和今天的医生，他们都是无意中尝了猫不理，反馈却都说好吃。阿玲灵机一动，早早地从市场买来整条秋刀鱼，带回店里又煮了一锅。老板，这不跟昨儿个的一模一样吗？阿玲轻笑了一下，然后把做好的猫不理饭团端到门口，说这是他们新推出的怪味饭，欢迎大家免费尝尝。众人还在犹豫，这时候阿玲的邻居走过来了，因为他家孩子早上吃了阿玲的猫不理饭团，超级高兴，原本是想来道谢的，听说免费试吃，立刻抓了一个，一吃感觉飘飘然，发现太好吃了，旁人也不等了，纷纷开始尝，试过后直接进店，因为太美味了，觉得吃的还不够，消息口口相传，越来越多人闻名而来，门口甚至排起了长队。这时的顾客没人在意这是秋天的猫不理了，猫不理到了冬天依然火爆，因为客人太多，食材备得不够，阿玲只好亲自出门道歉，告诉众人今天的怪味饭已卖光。晚上打扫时，小松武士又来了，得知没有怪味饭，他向阿玲要了碗汤，才喝一口就放下，对阿玲说，你的菜失去了灵魂，缺乏料理的真谛。说完付钱准备离开，阿玲问小松，你究竟是谁？小松斜眼一瞥，头也不回就走了。女主愣在那儿一头雾水，因为刚才那客人说她的菜失去了灵魂，不再有那味儿了，明明之前都还夸她做得好。她反复思考小松武士的话，阿玲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。第二天，老板拿出去年的江户美食榜让阿玲看，排名第一的是灯笼楼，如果能凭借阿玲的厨艺上榜，让鹤屋打入排名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就在这时，阿玲的邻居冲过来，说出了不得了的事，怪味饭被人偷走了，现在周围几家店都在卖这怪味饭。阿玲紧锁眉头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到家后，有钱人安抚她说，那怪味饭就跟家常似的，又不是你单独发明的，其他厨子稍微思考下也能做出。现在煎秋刀鱼的季节马上就过了，我们得考虑的是想出一道成为店招牌的菜。阿玲回应说，这点我明白，可这是何其难啊。想起那武士对他说的话，阿玲又迷糊了，于是就问了妇人料理的精髓。妇人说，记得店里汤改味了，只有你发现，是不是井水味儿变了呢？这话像晴天霹雳，原来汤才是料理的灵魂啊。妇人掏出了积攒的钱，带阿玲去镇上顶级的饭店，尝尝那儿的汤，通过学习他人优点来提升自己，向最棒的人学习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阿玲有点拿捏不准，扯了扯自己的衣服，开始疑惑起来，这身干活的装扮，光有钱可能都进不去。看着这一幕的夫人解下了自己的珊瑚发簪，戴在阿玲头上的那个，是因为那时候珊瑚饰品只有高官贵族才佩戴，迎客的看了一眼土气的阿玲，一脸看不起，但看到珊瑚簪子后，立马笑脸迎上，把阿玲迎进门。他尝了尝店里的龙虾汤特色，这味道太香了，不仅保持了食物的新鲜，还能让人回味无穷。离开灯笼楼的阿玲想着要做新菜，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隔壁店在煎鱼干，于是他买了一块准备熬高汤，还发现煎鱼干里有肌酐酸这种鲜味 stuff， 海带里的谷氨酸一结合起来，就能让高汤和做出的菜更鲜更甜美。高汤熬好后，阿玲给夫人端了点尝尝，试过之后，夫人说这味真够劲儿，香气扑鼻，鲜美无比，带着优雅味儿。阿玲尝了尝，发现确实够味儿。第二天她去店里叫常客和老板试试，听取他们的看法，他们尝后都觉得味道棒，都说这海带汤味道明显不同。阿玲觉得海带汤味道温和甜，在嘴里轻柔地散开，让高汤更浓更香，味道直接爆满嘴巴。老顾客提了个意见，要是能混合起来岂不是更棒？我听着不经意间，阿玲突然醒悟，怎么自己没想到呢？
晚上一回家，就开始把海带和鱼干搭配煮，试图把两种味道合为一体，想煮出完美的高汤。但找到合适的分量，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试了一整晚，海带和鱼干都用光了，味道还是不对。旁边的有钱人看着，默默记在心里。第二天，阿玲在店里继续尝试高汤的制作。一个快递小哥突然冒出来，吓了一跳，因为他带来了超棒的鱼干和海带。掌柜和阿玲都懵了，因为他们压根没订过，订了也付不起这么多钱。这时候，阿玲夫人进来了，直接在掌柜面前跪下，希望掌柜能让阿玲用这些海带和鱼干做出完美的料理。阿玲正要帮那妇人起来，却发现她头上的珊瑚簪不见了。原来夫人为了买这些食材，原来已经典当了。妇人紧握阿玲手，鼓励她大胆去试。阿玲听了很感动，直接扑进了夫人怀里。在初冬的早晨，经过无数次尝试，阿玲终于做出了心目中的完美菜肴，然后用这锅高汤做了人生首个创新菜——柔滑鸡蛋羹。夫人像往常一样吃着阿玲给她做的早餐，一口下去之后，觉得和以前的味道有些不一样，然后马上反应过来，高兴地说：“阿玲，你做到了。”准备吃第二勺的时候，发现里边居然还有百合和银杏果，这都是对自己病情有益处的。不要！此时的夫人眼含热泪地看着阿玲，这孩子哪里是在为店里做料理，这分明是在给我做食疗。来到店里后，经过深加工，新的菜品嫩滑鸡蛋羹出炉了。新菜品一推出，贺屋人气爆。男人不可思议地看着手上的排行，自己的勺鹅屋竟然上了美食榜，而且一上榜就排到靠前的位置。掌柜直接给厨师阿玲跪了，因为他做的超滑鸡蛋羹帮他圆了梦。为了迎接涌来的客人，掌柜又请了帮手阿禄。说到底上了美食榜，店本应门庭若市，谁知却门可罗雀，好几天都先有顾客。这天店老板急匆匆冲进来，说隔壁开了家新店，竟然推出了我们的招牌菜。太太还在安慰老板，说客人迟早会回流，因为我们价格更有优势。旁边的熟客却泼了冷水，说这新店来头不小，灯笼楼在这儿开了家分店。江户时代的人特爱面子，追求虚荣，明知道这儿的菜便宜些，为了装面还是愿意去贵的灯笼楼。次日，邻居搀扶着受伤的方夫人来到贺屋，看着受伤的夫人，阿玲急忙问出了什么事。原来方夫人没告诉阿玲就去了灯笼楼，尝了口他们的茶碗羹，脸色立刻就变了。旁观者观，热闹专家看技巧，这高汤简直跟阿玲做的没两样。就算大厨能尝出高汤里的原料，也未必能从高汤中尝出所用的食材，但短时间内也无法判断出食材所占的比例以及熬煮的时间，所以灯笼楼肯定是偷了阿玲的做法。阿方夫人找到后厨和他们理论，说他们这么大的门面，竟然做这么不耻的事情。没想到一个厨师冲上前，直接将阿方夫人推倒在地。看看受伤的夫人，阿玲是又心痛又感动。有旁的医生说，在夫人的眼里，你早已经不是什么佣工，而是把你当成了女儿。哪一个父母看见女儿拼了命才想出的料理，竟然被人随随便便抄了，能忍受吗？阿玲喊了声妈，跪到了夫人面前。晚上跟老板娘聊天，阿玲越想越火大，打算去找他们理论。正打算走时，突然冒出个顾客，想打包份嫩滑蒸蛋。老板说那是得现蒸的，凉了味道就差了，建议亲自来吃。男的说他从吉原来，客人出不了门，只好带走。阿玲想出招，用竹筒装蒸蛋，上头撒了点葛粉，这样一来过一会儿，鸡蛋羹表面也不会干。得知对方来自吉原，阿玲回想起那时和野江在花柳巷的日子，自己不小心把木吕踢进井里，吓得不轻。野江怕阿玲被骂，也把自己的木吕扔进井里，说好事坏事一起扛。阿玲那时不知道，是野江想尝那美味的鸡蛋羹。他在吉原的地方，第二天阿玲为野江在神社祈福，恰巧遇到了阿禄。走的时候，阿禄注意到地上的三叶草。阿玲记得桥田医生说过，
三叶草能活血化，还能增进胃口，所以他采了一些回家，清洗切开，放点银鱼仔、辣酱拌一拌，名为三叶草套餐。做好啦，众人尝了尝，老板评价说这味道真棒。三叶草套餐一推出，小店又热闹起来解读。阿林和大伙儿正忙得开心时，一个老顾客气呼呼地冲进店里说句，直接夺过柜台上的托盘，别人怎么阻拦都不听，往里面走。那人气冲冲地进了店，不理旁人的拦阻，径直找到厨房找师傅，追问他为何做不到得的事。别家昨天才推的新菜，你们今天就有了，这不就是抄袭吗？阿林顿时愣住了，店里的其他人也很惊讶，因为这个菜是大伙儿看着阿林自己研发的。如今灯笼楼也推出了同样的菜，意思可能是咱们的菜又被偷了。晚上一回家，听说了这事，夫人说连着2次被偷，还比我们早一天推出，肯定店里有奸细。阿林说他好像猜到是谁了，当初研发菜式时阿路就在旁边，见老板这么宠爱他，我不忍心揭穿，况且阿路这样肯定有难处。第二天方夫人把阿林叫出来，说是从介绍人那听说领导，阿路的爸爸欠了灯笼楼掌柜的钱，父母去世后，阿路带着弟弟在灯笼楼帮忙，具体因何而起未知。弟弟仍在楼上，他却被轰了出去。听说了阿林路上的遭遇，阿林心里觉得好难过。太太说咱们得帮帮他，太太的主意挺简单，他们待他不好，咱们就待他好，能好到哪儿是哪儿。阿林越想越感觉亏欠，知道自己本就做得不好，看见大家都这么照顾我，真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阿路受够了，一转身跑出去了。老板娘心里明白，他现在能去的就那个地方。果不其然，阿路出现在灯笼楼的厨房里，求厨师放自己一马，自己不愿再做伤心事。就在厨师准备训斥阿路的时候，阿林紧跟其后冲向前去，推开了主厨，高声要求见老板。才女骑马看到主厨想拦住他，边喊边跑了进去，吵架声最后把掌柜吵醒了。掌柜明白了真相后，跟厨师说他丢尽了厨子的脸，就冲上去给了厨师一拳，赶他永远别想进灯笼楼，然后跟阿林说对不起，说自己真的不知道，然后把阿林赶出门，说他破坏了店的形象。阿林冲过去抱住弟弟，一边哭一边说对不起。之后阿林又回到鹤屋，并为之前的行为道歉，大家都没往心里去，人们照旧开门做生意，以为事情已经完结，但未来和意外谁先到来都难说。当灯笼楼的女老板宗马出门时，被一群要饭的围住了。宗马开始派钱，看到以前的主厨也在求钱时，给了他一块金饼，施恩以求平安。虽然老板没明说，但是跟老板干了那么久的大厨，怎么会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？深夜里，大厨带人把鹤屋点了火，看着多年心血一夜之间化为灰烬，从此老板就没再振作过。阿林觉得是自己的云外苍天之相连累了大家，决定自此不再做料理。深夜急人的佣人找到了阿林的住处，想让他做一份外卖。阿林本想张口拒绝，但是话到嘴边又停了下来，看着客人手里的饭盒，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。作为一名料理人，只要是客人点了菜，就要给客人上菜。此时的阿林并不知道，因为这一份外卖让他迎来了拨云见日的一天。女人终于迎来了拨云见日的这一天。打开饭盒准备放料理的时候，发现里面有一块布包着什么东西，打开一看，竟是10块金饼。于是吃惊地问男人这是怎么一回事。男人让阿林看看饭盒里的信，信被打开后，上头只有4个字：云外苍天。这是命中注定的，只有儿时的玩伴野江知道。阿林发现野江还没死，那人说野江改名叫朝日太夫，朝日太夫让他传话，如果阿林因为店铺毁了，对做菜不再有兴趣，就悄悄离开吧，但如果他还想继续，就帮他东山再起。手里拿着云外苍天，阿林的眼泪流了下来。他求那个男人让他见太夫一面，可那人说太夫现在当了花魁，就像是笼子里的鸟，没有人开笼门。
根本出不了，只有赎身才能开门，不然根本见不到。多年后才知道老友还活着，近得很却见不到面。阿玲让个男的带信给野江，野江一看信，满是对明天的感激。明天对野江来，说很重要。第二天，阿玲带着10两金子给掌柜，想让他重开那被火烧的店。掌柜赶紧拒了，说这里太贵重了。在方夫人和众人的鼓励下，掌柜含泪答应了。鹤屋重新开业，借着之前美食榜亚军的声望，快速回到了以往的热闹。这一天有个客人来电，方夫人一看不禁愣了一下，想追上去却突然晕倒。醒来他跟阿玲说，刚刚那叫傅三的是当年是跟少爷一起开分店的仆人，现在少爷不见了，傅三肯定知道点什么。这时候老板娘说有东西给夫人，一打开布看到是个红色的珊瑚发簪，就是夫人为了让阿玲弄高汤时换的那个。老板娘说是在老店的废墟里找到的，找回女儿的嫁妆。女儿去世后把钱拿出来了，用来回购簪子，感激妻子和阿玲帮他重开店面。昨天见夫人傅三就过来了，见面泪流满面，说自己迟到了，提到少爷到江户后被吉原的松叶迷上，花了大把的钱，为了救他出来抵了店，没想到他出狱，不仅传染病给少爷，还想甩了他。少爷气炸了，杀了他就消失了。妇人不信他儿子能杀人。这时候阿玲也冲进来，说那人在骗。傅三说信不信随你们，我反正信了。阿玲问给野江做饭的男人，松叶被杀的事是真的吗？男人说松叶这名字在吉原很普遍，不清楚是哪家店很难找。几天后阿玲不在时，傅三又来了，说要给老爷上个香，急着找儿子的夫人，希望傅三能帮忙找找少爷。傅三说现在只能去吉原找线索，但去那儿得花钱。夫人犹豫了下，取出刚被赎回的珊瑚簪。晚上傅三喝醉闯入鹤屋，阿玲问他有啥发现，傅三说啥也没找到，但他不会就此放弃，这样太对不起天满一兆安的老板。然后摇摇晃晃走了出去。阿玲跑出去让他把簪子还夫人，那是老公结婚时送的。太太也急忙跑过来，紧跟着那边的男士也来了。他抓着傅三追问是哪家店的松叶死了，傅三随便编了个店名。男士一听就大笑起来，说那个松叶我认得，还在那儿呢，活得好好的。见到事情败露后，傅三起身就要跑，结果又被男人抓住了，担心出了人命。夫人和阿玲拉开了两人，说只要知道儿子没杀过人就可以了。男人来找阿玲，让他给野江做蜂蜜煮青梅。阿玲看着男人说，野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客人拿着打包好的料理准备走，女人把他叫住说，野江是不是出事了？柚子犹豫了一下说没有什么事。阿玲说野江不爱吃蜂蜜煮青梅，只有生病没胃口的时候才会吃，你一定有事瞒着我。柚子说你们两人就算分开了也是心有灵犀。于是他转身坐下跟阿玲说，野江受伤了，店里有人闹事，野江为了护同事挨了刀，阿玲一再安排跟野江见面，被拒无奈，柚子不得不坦白说野江不愿在吉原见你，不想让你看到他的伤容。隔天阿玲听客人八卦花魁受伤的事，说连御医儿子也去看他了。永田听见被提及，不让阿玲知道自己啥身份，一起身就溜。客人瞅了瞅，这不御医家那小子吗？于是就大嚷嚷。阿玲听后立马追了出去。永田承认自己爹确实是御医，但他只是个普通医生。没想到阿玲天问是不是真去给花魁治病了，以为花魁是他多年失散的朋友。永田觉得挺尴尬的，说医生是不能泄露病人信息的，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见野江的机会。他还问阿玲会不会做海鳗菜。野江的店最近进了些海鳗，想拿来招待 VIP， 但是请了几个厨子都搞不定，还被海鳗咬了。永田带着阿玲来这了，毛遂自荐当海鳗师傅。掌柜一见是女厨就直接拒了，还说女性做不来顶尖美食，就吩咐手下找来其他高手来炒。戴蒙演戏
永田演我是医生，听闻海蛮咬人演戏，可不可以留我看看演戏？掌柜瞅了一眼说行吧，就让你身边的女厨也长长见识。掌柜是想给对面那女人长长见识，想展示顶尖厨艺的他，结果一开局就栽了个跟头，一上手就被咬。好在女性及时相救男性，才没失去手指。第二次聪明些，用毛巾勉强抓住海蛮，可是切的不对，海蛮血溅眼里了，血里有毒。旁边医生立马出手了，立即处理了。现在只剩女厨，永田医生让掌柜下台阶。就这样，阿玲得到了机会。海蛮做好了，一打开盖，香味直扑鼻子。掌柜一口鱼肉吞下，过了会忍不住感叹：味道太棒了，超级好吃，都快吃掉眉毛了。我投降了。然后在阿玲面前跪下道歉，尝着阿玲做的海蛮花魁，野江感到很满足，又提出这么好的机会，不见一面吗？野江说，但还是不想让他看到现在的自己。最后又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找到了阿玲，让他去后院见了好久不见的老友。野江不希望阿玲看到自己现在沦落风尘的模样，他伸手做了个只有他俩懂的手势。这时候阿玲忍不住哭了，阿玲也伸出手，眼含泪光模仿儿时的动作。之后阿玲在神社为野江的父亲碰到了永田，永田忍不住透露，常光顾店铺的小松大人其实就是御膳奉行的小野寺大人，是他在火灾后一直守护着鹤屋，避免再被灯笼楼骚扰。得知小松的真面目后，阿玲真的很吃惊，吃惊过后却觉得失落，因为他已经开始喜欢上他了。对方地位太高，这爱怎么办？时间一晃，眨眼正月到，每年美食榜的出版方建议，让不相上下的鹤屋和灯笼楼来场厨艺大战。阿玲立马同意，这事一传开，引爆了全城。这回只需赢过灯笼楼，鹤屋能够拿下江户美食排行榜首位。听说要用春季的鱼来做菜，阿玲和他夫人都觉得有点难办。春鱼顾名思义是春季食用的，但冬天来了，春鱼变得更肥美，想要做到味道好真不简单。为了比赛胜利，阿玲开始各种尝试，煎炒烹炸样样都用上了，始终煮不出那个味儿。永田医生的主意是把春鱼子晒干后压紧，直接切了蘸酱吃，还说那是朝中大官的最爱。阿玲听了乐开了花，但马上他就摇头了。比赛只剩10天，晒鱼子来不及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阿玲夫人接到了个消息，提到一个御膳奉行因为泄露本只有将军能享用的特殊食物给商人，而被处以切腹。一直念念不忘小松的阿玲感到非常羞愧，加上小松大人很久不见了，不小心手指被划伤了。到了晚上，阿玲跑到神社前面哭。这时候好久不见的小松大人修行去了，阿玲忍不住了，上次见面还是夏天呢，眨眼就到冬天了，你那厨师工作真那么忙？可能我太幼稚了，担心到手都这样了，还想着去竞争高位。小松先生一时愣住了，没想到阿玲已经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了。原来航标是用来指引航向的，有了他人们才敢向海上进发。你名字里有个，因此唯一的选择是勇往直前。回到店里后，阿玲收到了野江托人送来的上等海带条。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，阿玲终于找到了要做的菜品春雨海带卷。在吉原的厨师佑次的帮助下，春雨海带卷的制作终于完成了。这是2家顶级料理师的巅峰对决，美食榜排名第1的灯笼笼参赛的作品是醋拌刺身和乌鱼子，用的是豪华食材吸引富豪。鹤屋带来的春雨海带卷走亲民风格，富人和老百姓，权贵和民众。那个时候结果不难猜，比赛一结束，灯笼楼又赢了。掌柜在安慰阿玲，不高兴的客人直奔出版商那里去了。玲只是微笑，深深向掌柜鞠躬，感激他曾经的帮助。庆功宴上，小松大人义愤填膺地说，将军超爱吃乌鱼子，评委如果事先知道，谁也不敢质疑将军的挑选。他又对那位才女说，做菜讲究的是心意，
而不是输赢。赢了比赛，输了风度。你还是原来那个厨师吗？立春了，撒豆子庆祝吧。那天来了个特别的客，大家忙着吃，他忙着观察。第二天他就自己找到厨师阿玲，想让他教他做饭。教学时他向阿玲透露，妈妈快活不长了，肾病让他浑身肿痛，他想亲手做顿好吃的给妈妈。晚上永田医生也来到店里，聊天时阿玲听说地夫子能缓解症状，在永田指点下，阿玲开始做地夫子菜。这菜做起来挺麻烦，得泡水、煮、挤干，再手搓。看到阿玲做菜手受伤，早凡让阿玲带着成品一起去自家老家，一边吃阿玲做的菜，老妇人忍不住的眼泪流了下来，感激她做的这顿饭，然后抓住阿玲的手说，那些饿得只能吃地瓜的日子，许多人都靠它度日。我对做法挺熟悉的，没想到在这物产丰富的地方，还能碰到愿意用地瓜做菜的姑娘。早凡让仆人出去后，老妇人说她叫小野寺，就是小松他妈。阿玲挺吃惊，长辈说知道你是儿子中意的人，原本不太赞同，但看你对使者的态度这么上心，肯定也会好好支持儿子。接下来2年，请你先到早凡那边当养女，学习下礼节，届时以武之家千金的身份，能和儿子门当户对，而且族里人不会反对。那时候即便有反对声，他也要拼了命去堵住他们的嘴。突然的一切让阿玲不知所措地跑了出去。第二天，小野寺家的管家代表老夫人拜访了何家，将这件喜事通知了大家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大家。像平时一样来吃饭的小野寺对这一切还一无所知。你装作若无其事的时候，他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早就被家人察觉，而且他们已经采取了行动。小野寺说想单独和阿玲谈谈，他向阿玲说明他真的不知情，以为自己一直是单相思。阿玲那一刻没说话。就那时候，厨房飘来了焦味，阿玲冲进厨房，看着他的菜，又皱起了眉头。小野笑着走到阿玲身边，忽然一句话让阿玲羞得捂脸，试图掩饰她的感动和开心。偷听的掌柜儿突然蹦出来说，快点承认吧。旁边的人也在急切地等待着。阿玲轻轻点头同意了。第二天，阿玲去见早凡，说婚事都听从老太太的，与心爱的人结婚理应开心。但旁边男人的话让阿玲开始反思这段受人祝福的婚姻。阿玲决定嫁入豪门前，坚守最后一岗。再次告诉他，把握最后一次做饭的机会，因为婚后可能就没机会再做料理了。晚上，阿玲自己跑到河边去了，想起曾经说过，嫁到豪门不是当厨娘，而是做伴侣，不再联系他，怕自己是女生会给他添麻烦。一边是爱情，一边是喜欢的美食和朋友，怎么选择呢？阿玲挠头。回家的永田看到河边的阿玲，阿玲问遇到两难怎么办，迷路不知往哪儿走，你会咋样？乔田指天说，我会找颗心里的星星，星星都绕着主星旋转，心烦意乱，苦苦思索却无解时，想你心里那颗牢不可破的主星，答案自会明了。阿玲合上眼，思忖着环绕自己的星辰，给众人带去欢乐的怪味饭，感动夫人的柔滑蛋囊。阿良夫人，掌柜跟阿露出那第一次的话，尝到这么美味的菜，还有那沉醉的表情和吃完后的谢意，阿玲重新睁眼，找回了坚定的心。雪花飘落的那天，阿玲向小野寺下跪，料理是她的生命所在，她梦想继续走料理这条路。小野寺仰望着飘雪的天空，雪花飘落时最美，人生最美的时候是为了目标而前进，尊重你的决定，正如曾和你同选做饭。接着小野寺低头问阿玲，是不是决定好要这么走了？阿玲确定的回答后，小野寺说，后面的就交给我吧，既然选好了这条路，别犹豫了，就勇往直前吧。第二天，小野寺家的管家来道歉，说小野寺娶了个门当户对的姑娘，还主动取消了婚约。接着不知情的妹妹和她妈妈来道歉，阿玲想要把事情讲清楚，但被阿芳夫人阻止了。
有些事就这样结束是最好的。后来阿玲生了重病，桥田医生治疗她，说她需要新药，那就是美食，尝到那熟悉的美味。食客们明白阿玲回来了，吉原的老板拜访了鹤屋，邀阿玲参加1年1度的花县宴会，希望她去做饭。记得那些年的花见宴会吗？灯笼楼的才女宗马一直负责，但今年她想自己开家料理店。戴蒙拍桌子说别人做不出赏花宴的料理，要是有人能，他愿意退出，还希望阿玲帮忙。考虑了3秒，他说阿玲答应了下来。阿玲就答应了。之所以这么做，他说不只是想试试自己的手艺，帮忙吉原的老板，更主要是帮吉原的野江。女人说她要拿红花做菜，老板一听吓得倒退连连。人家说1两红花抵1两金，这么贵的红花用来做菜不是太浪费了？阿玲说对普通人来说，奢侈是远不可及的生活，但对赏花宴的客人来说，就是一道亮眼的菜。赏花宴上平凡食材显然不够看。宴会即将开始时，吉原的老板对阿玲说，宴会结束后会让佑次带他上台感谢大家，请他别放在心上，因为如果客人知道这菜是女性做的，将来咱店生意可能会受影响。佑次提议不如让阿玲待在旁边观察客人的反应，做厨师最骄傲的亲手做的饭菜。老板犹豫后同意，但不能太明显，看花宴的都是本地大佬。第一个菜一上，精美的摆盘让人惊喜，那红花让人觉得似曾相识。旁边的才女说这花是红的，客人不得不夸吉原这饭菜真是阔气。听到夸奖，掌柜乐呵呵，才女却有点不高兴，吃了一口，客人忍不住接连夸好吃。阿玲看着心里舒了口气，大家都夸饭菜好后，最后一道宴会菜上桌了，看到盘子里那抹红和酒里绽开的小白花，完美契合赏花宴主题。赏花宴快结束了，掌柜以为能完美收官，没想到被一个才女搅局，接下来的行为全搞砸了。他说今天的厨师不是佑次，而是一个街边做小吃的女士，然后把门外的阿玲拉了进来。刚开心的老板突然觉得丢脸，才女以老板店里缺少顶级厨师的理由，想把他刚买的准备开的餐馆转手给自己，还保证出个好价钱，同时提了个附加条件，连朝日太夫也要一起卖，让他做自己的妻子兼店招牌。店小二一听店里缺货，没想到这才女宗马直接跟做守卫的射金屋上司说，当年3个人出4000金买下了朝日太夫，而你正是那3人之一，他在不在你们比我清楚。朝日太夫名气再大，说到底还是个艺妓，赖给我也算是条路，想教训他又被阻止了。阿玲去争辩，结果被才女宗马当场训了一顿，说阿玲做的菜就红花还算抢眼，鲷鱼鲍鱼勉强算奢侈，至于别的配菜都是街边小摊的，穷人为了饱腹才会吃的野菜，应该知道什么场合配什么菜，连这都不懂，压根没资格参加看花会。阿玲紧抓衣角却说不出话来。这时候花魁朝日太夫登场了，才女宗马只求一见风采，结果给一朵花挡住了。朝日太夫唱了龙宫殿莫行，摘下一朵花忧喜参半，我就是来召唤你的人。说罢他就转身离开，好像从歌里悟到了什么。才女骑马一转身，跟大家说了她绝不会丢下店铺不管，今儿的事就到此为止。才女骑马离开后，朝日太夫刚唱的歌词让大家一头雾水。射金屋老板这么解释，龙宫就是才女宗马的灯笼楼，殿下摘下一朵花是对灯笼楼前景的预示，别因一世的得失而反失其职。别得意，我只是叫人的，就是写了这次聚会用的食材，还含蓄地说了我是个游女，你何苦这样呢？帮才女宗马保住了面子，也巧妙地表了自己的意见。这时候大家才明白过来，花魁果然名不虚传。说完这些后，射金屋老板对阿玲的厨艺赞不绝口，晚年得子又失子，他深感悲痛，这顿饭像是女儿的一抹慰藉。
今儿的饭，仿佛是在慰问天上的女儿，感激你的手艺。赏花会过后，阿玲得到了老板的奖金，还有机会见到朝日太夫，即便有屏风隔着，也没能真面目相见。听到野江的声音，阿玲就兴奋极了。野江说，那次洪水，连家连人全丢了，只剩下你记得。我是高丽桥淡路家的丫头，只在你面前，我才不是有女朝日，而是野江。屏风画里的天桥，是我们经常一起去的那个地方。画里的那俩人就是咱俩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头上都是乌云遮顶。我觉得，肯定会有风把这乌云吹散，让那乌云消失。等到那时，咱们一起站在桥中央，看云开日出，再次迎接朝阳。